你来我们这儿工作之前，你在工作什么？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啊，罗宾他是否知道？如果他知道的话，那么我要求同等的待遇。我学过心理学，我本来是想要考心理咨询师的。那是什么原因你没考呢？说不定我以后会考啊。啊，那好啊，因为心理咨询比法律咨询对于你来说更适合你，因为那就不存在输赢了啊。人生如果太计较输赢，是会得心理疾病的。你暗示我，啊？你暗示我太在乎输赢了，所以我心理变态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人生除了输赢，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啊，甚至是比输赢更加重要的东西。比如呢？比如说得到别人的认同感。这个世界就是凭实力来说话的，啊！你是一个助理，你没有这个实力来跟我谈案子，你去跟罗宾把这一点说清楚啊！你可以走了。凭实力说话是没错，但是实力绝不仅仅是指谁的地位高，谁的权力大吧？啊，对，你们女人还有一种实力啊，是颜值，这是你们的软实力。实力再强也是要讲道理的，不能因为谁的实力强，谁说话就算数吧？那还要我们律师这个职业干什么？那就看谁的钱多，谁的职位大，谁的拳头硬好了。哎，你跟罗宾也这么说话吗？啊，你去建议过他，让他去看心理医生，说他心里有疾病吗？何老师，我真的是因为好意。我建议您去看心理医生，真的不是因为您的心理有疾病。很多人他们去看心理医生，是因为希望心理医生可以帮他们缓解痛苦、缓解压力。那是女人和弱者需要的。那男人和强者呢？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，还是挺身反抗这世间无涯的苦难，用斗争将他们扫清？这两种行为，哪一种更高贵？是默然忍受，还是挺身反抗？哪种更高贵？今天是我来群里上班的第一天，你呢是唯一一个主动跟我说话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跟我说话的时候带着笑脸的人。我敬你。大家熟了以后就好了。其实我能看出来，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你说吧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。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一整天了，不痛不痒、不死不活的样子。我碍他们什么事儿了吗？服务员，帮我加点橄榄油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谢谢。我姐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一个啊。喂，姐，我跟黛西吃饭呢。黛西就是罗宾的助理。你跟妈妈先睡吧，甭管我了啊。我姐这人啊，就怕我被男人骗。其实以前呢，追我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后来我姐夫出了事儿以后，就慢慢少了。其实也不是少了，就是鸟兽散，好像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事儿一样。其实我也跟他们说过，我们家的事儿是因为孙超越欺负我姐，他们表面呢就是一副不痛不痒的话，背后就幸灾乐祸。何赛老师没有这样吧？除了他。
你等会儿啊！10分钟。你一个人在家干嘛？还喷香水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呀？你不在办公室就在家，不在家你还能去哪儿啊？我有时候也跟你们一样，我会出去交友的。你没朋友。孤独是一种能力，有很多人想跟我交朋友，但是我不想把短暂的时间浪费在没有营养的社交上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有喝酒的杯子吗？你是来跟我道歉的？就因为我让我的助理去找你，这表明你不尊重我。这表明我尊重你。如果我直接去找你，我们俩意见相左，你少来，我们俩本来可以直抒胸臆的，那样才叫尊重。那看来我们对尊重的理解不太一样。你是说我没有雅量，所以误解了你的好意？我没这么说，但我确实也没想到，这件事情居然会伤害到你。你应该想到伤害了我，你总是伤害我，伤害我完之后，你又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。那我还有哪件事情伤害了你，并同时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？你甩掉了我，你想在蓝红的事情上甩掉我？我没想甩掉你，哼，我是怕你跟兰兰的关系。哎，你跟蓝红都不怕，我跟兰兰怕什么？我们俩10年前就结束了，我们俩现在还没开始呢。何在，就是一个模拟庭审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介意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什么别人？我在生你的气。你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？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生气，那么就是说你给了这个人过高的尊严，他凭什么让你生气呢？因为我在乎，我才在乎你。哦。喂，喂，喂，你谈过几个男朋友？一个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骗人。骗你这个干什么？就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又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。你们为什么分手？因为他要出国。太帅。嗯，我说这个分手的理由太帅了。兰兰给我打一电话，然后挂了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你给他打回去啊。我不。那我帮你给他打。不，那你跟他说什么呢？我就说你电话落我这儿了，我看到一个未接电话，打回去问问什么事儿。哎，但这是撒谎，善意的谎言，谎言就是谎言，不分善意与恶意。你看你，好，那你就慢慢咀嚼你的痛苦吧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就当做是我来找你喝酒的吧。不，你找我肯定有事儿。是，本来呢，我是想来跟你讨论讨论这个案子。如果说我们俩一起共同代理，那我总要知道你的论点是什么吧？那你为什么说是来找我喝酒的？因为你不在状态。但这孟芝兰是你带来的，是我带的，那是因为我预判到你不在状态。你看，我的预判多么准确，尽管我希望你向我证明我预判错了。我保证。现在我们回到案子上来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你好，这是账单。说好的，我来。
怎么喝多了不认识我了？哎，行，我来吧。手机支付可以吗？都可以。那我回去我转给你哈。没关系的。好了。你等会儿，帮我开个发票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浩瀚超越。这个案子的前提你都已经很清楚了。我来想跟你谈的重点就是，我们应该让蓝红意识到，无论如何，由他自己上庭出庭，一定不如把这个案子委托我们好。别，你给我，我不看了，你给我，你给我呗。不用抢，给你，我走了。哎，别，你这样，我不看了，我真的不看了。我保证我会全力以赴、全神贯注、专心致志的听你说。其实我刚才一直在专心致志的听你，一直听吗？一直在听。你刚才说过多少次了？你保证？可是我在认真跟你谈的时候，你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手机。请问我怎么跟你谈？怎么跟你讨论？行，那你走吧。我知道你瞧不起我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。何在，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，是真的。我特别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因为我也有过，比你还不堪。你知道我跟蓝红，当年我们俩都准备结婚了，连婚房都买了。慢点。啊，是的，慢点。没催，站稳了啊。就是你自己啊。现在就我一个人。哎，你去哪儿呢？哎，洗手间在那边，慢着点啊。我来了。哎，那她嫁给孙浩瀚，她都没通知你一声啊？没有，但是他肯定知道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咱们全律所唯一一个没有收到请柬的人。那你们俩就这么分手了？我们俩连分手都没有说过。兰兰跟她姐可真像啊，这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说翻脸就翻脸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去找他，跟他道个歉，说对不起，求原谅，求和好。但是我得跟他说清楚啊，如果我接蓝红的这个案子，我们俩就先不能谈情说爱，起码在这个案子结束之前不能谈情说爱。可是蓝红这个案子打上个1、2年稀松平常，打上好几年都有可能。但这是我的原则呀。那他肯定就认为你不够爱他。这什么逻辑啊？如果你爱他，多1分钟你都不会让他等。那就意味着我不能接他姐姐这个案子，因为这是我的原则。可是你为了他连一个案子都不能放弃，他怎么会相信你爱他呢？我是一个律师啊，我可以放弃案子，但是我不能放弃正义。哎，你不要以为我在说大话。蓝红的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啊，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律师来处理。而且我觉得像孙超越这种人，很有可能用上威胁啊、
收买律师的手段。我也是律师，我也非常专业，而且我也不怕威胁，也不会被收买。啊，我懂了。你今天来说服让我去谈情说爱，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把蓝红的案子交给你。我不会这么做。对于我来说，职业是第一位的，生命其次。如果一个女人她跟我说要我把生命交给她，她才会爱我，那么好，我可以把生命交给她。但是她如果让我把我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职业交给她，那么就算了，不是算了，是休想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叫个代驾回去了。不，哎，我刚刚进入状态呀，咱们俩现在可以谈案子了啊！你跟我说说，蓝红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。不，你得说说这个蓝，但我觉得不是你的错啊，是我的错，不是他的错。我叫的滴滴代驾到了。不，你得说明白你们俩到底为什么分手，这个事情是跟案子有关系的。喂，对，是我叫的。哎，斌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斌，我马上就下来。你得把这一点说清楚啊，斌。你是不是直接跟人家翻脸来着？翻脸，翻脸，我是客气的。怪不得人家说了，娶媳妇儿之前啊，必须得见见丈母娘是什么样，什么素质啊。特别好意思说，哎呀，我们闺女脸皮儿薄，不好意思说，有些事儿啊，我替她说吧。你们这个房本上的名字啊，必须写上我闺女的名字。那蓝红什么态度？一唱红脸唱白脸呗。他就在边上说：“哎呀，人家的房子为什么写咱家人的名字啊？”他妈一听怒了，扭头就走，他立马就跟出去了。这戏演的，给谁看呢？罗宾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情你要谨慎。摊上这么一个丈母娘，你苦日子在后头呢。说的难听一点，这叫不要脸。姐，你能不能别说话这么难听？什么叫不要脸？那我换个方式说，你如果答应了，这是不平等条约，这叫丧权辱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是暴发户啊，钱不是辛苦挣来的，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哎呀，你能不能？你什么你呀？你差哪儿去了？非得送到房子才跟人家结婚啊？你想想，这是爱情吗？这叫傍大款。早。姐，我买了蛋糕，你过来吃点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是去黛西家了。他跟罗宾根本就没有那种关系，他们家根本就没有男人的迹象。你不用跟我汇报这些，我刚死了老公，没那么快想嫁人。他们都传黛西和罗宾的，我是帮你去看看。这不是你的工作，兰兰。姐，你发那么大的火干嘛呀？我没发火，我又不瞎，你看看你那一脸的不高兴。我老公尸骨未寒，我零继承，这网上还天天有人骂我说我活该，说我机关算尽太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说我这一天天的，我有高兴的事儿吗？你去告诉封印，模拟庭审，要么取消，要么马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家都开始宣战了。他们干什么了？
他们怎么还搞这个呀？太无聊了。去告诉枫叶，我要发起诉讼，申请诉讼保全。姐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就不能轻易饶了他们。你还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，咱们早就应该起诉他们。你还在这愣着干嘛？早上好，罗老师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那个，我手机不小心关成静音了，然后我看到您的未接来电，我就想给您回，我没想到我手机没充电，它就自动关机。然后我早上打车打了好久好久，我才叫到车。后来我在中途给您打电话，您没回我。那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代理意见呢？是邮箱坏了吗？给我半小时啊，不1刻钟，1刻钟我就给你发过来。太晚了。您昨天跟我说的是今天上午给您就可以，上午的概念也就是中午之前，现在才10点半。斌，可以走了吗？你确定可以了吗？我确定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开庭。战斗。丽娜姐，我今天特别的忙。不是，他们去哪里啊？模拟法庭啊，提前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问兰兰去啊，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喂，姐。哎，我有件事情啊，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你等一下，我出来说。急吗？不急，但是中午以前必须要做决定。什么决定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那个王丽啊，最近一直在联系我。王丽，就是原来追过你那王丽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她。你们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。他是不是问了很多你蓝红的事儿？对啊，最近我们聊了挺多事儿呢，还聊到你以前的事儿。以后你不要再见他了。为什么？他是孙超越的法律顾问。我又不认识孙超越是谁啊？你在哪儿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找你。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按席位就坐。你坐吧，我来跟你说一下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出去，马上就开庭。你来配合何塞老师。临阵逃脱，明显不敢面对。请大家肃静。现在宣布法庭纪律。你要去哪儿？大家都在看着你，如果你现在走了的话，就是逃跑。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大家就真的会觉得你跟他有事儿。王丽找罗琦了。明白了。罗琦，在你还是少女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喜欢你，爱你。我想把你忘记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
收回你的东西，我不允许你利用罗琦。罗宾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？我是跟你不一样，我从来不会像你一样为了赢官司不择手段。那你认为你从无败绩、战无不胜，是因为你的能力强吗？那可能是因为我永远站在了正义的一边。你跟我走，走。我不是18岁，我有自己的判断，好不好？他找你，就是想借你的口说出蓝红是一个薄情寡义、贪图钱财的女人，她不配拥有任何遗产。蓝红不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从来觉得就是啊，难道不是吗？原告蓝红女士和孙浩瀚先生之间并不存在感情。法律规定，遗嘱内容必须得符合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虽然原告和遗嘱人为法定配偶，但是遗嘱人早就已经表现出对这段婚姻的失望。你这句话没有事实依据。有，孙浩瀚先生在结婚后不久就发现原告嫁给自己是因为贪图富贵，于是就对原告产生了厌恶之情。孙先生每日忙于工作，但是连过年都不回家，情愿到弟弟家去和自己的儿子孙然一起过。过年是我们双方共同做的约定。孙然的母亲在除夕之夜去世，所以每年春节我丈夫都要回去陪她。那难道你作为后妈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亲妈。我妈妈是个单亲母亲，一个人把我和我妹妹2个人抚养长大很不容易。我妹妹在我婚后不久就出国读书了，所以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去陪我妈过年，要不然她就只能一个人过。这也是我跟孙浩瀚在婚前就做的约定。平时我们的生活都在一起，但是每逢过年，我们就各回各家，各自陪伴生命中其他重要的亲人。被告代理人，这是他们的婚前约定，不能以此来攻击他们夫妻的感情不好，更不能据此对原告进行人身攻击。审判长，孙浩瀚先生对原告早有提防，甚至一度怀疑原告之女并非自己亲生，所以在重病之际将所有的遗产交给自己亲弟弟继承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审判长，他这是在诬陷，涉嫌人身攻击。被告代理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。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来没有见过原告，讨论治疗方案都是与我的当事人，也就是原告丈夫的亲弟弟孙超越先生进行的。所以，所有的治疗方案，包括病历上的签字，都是我的当事人所签。我先生住院以后，你的当事人跟我说，医院建议我和孩子暂时不要去探视，因为我丈夫见到我们可能会激动。之后我们坚持要去探视，他又说我丈夫已经转院，至于转去哪个医院，又坚决不肯告诉我们。这些我都有证据，我们家保姆都可以作证的。你自己也是律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真心想去医院探望你病中的丈夫，那么我的当事人怎么阻碍得了呢？而真实的原因是，你知道你丈夫并不想见你，而且他的家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你之所以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男人，你是因为钱。你在胡扯！我有证据。这有2张结婚请柬，第一张是蓝红女士与罗宾先生的结婚请柬，时间在前。第2张是蓝红女士与孙浩瀚先生的结婚请柬，时间日期在后。这2张结婚请柬时间只差1个月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间决定嫁给后者，一个比你大15岁的男人呢？谁规定了一个人一生只能谈1次恋爱，只能爱1次？我多爱1次就是大逆不道了，就连继承自己合法丈夫的遗产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是哪一朝代的法律啊？我想你可能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，那我再问一遍，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决定不嫁给与自己相恋多年、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大学同学罗宾的呢？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。有关。性格不合。不，是因为罗宾的父母出资为你们购置了婚房，而你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和你母亲的名字，你要霸占别人的房产，目的落空了，你恼羞成怒才火速嫁给了孙浩瀚。你以为男人傻吗？
你以为你丈夫会相信你是因为感情而嫁给他吗？你骗得了他一时，你骗不了他一世，所以你不会得逞的。如果所有的遗产都被你继承了，他会死不瞑目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，在这信誓旦旦地争夺遗产？休庭。你有点过分了。我是为了……不管为了什么，出去！孙超越的律师是顾杰和王丽。出去！你应该明白，顾杰会比何塞更狠。他更了解你的软肋。他那时候是你我的上司，他知道我们俩结婚没有结成，而且后来他参加了你跟孙浩瀚的婚礼。你以为我当初没有嫁给你，是因为房产证上没有我们的名字吗？不管是因为什么，都不重要了。那你也不能侮辱我，尤其不能让何塞侮辱我。罗平，当年我妈被你姐怼得心口疼，在电梯就吃了速效救心丸，这事你记得吧？这件事儿，我们不提了。我要提，为什么不提了？回家之后我就一直劝我妈，我妈直接就跟我翻脸了。罗宾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妈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要求？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她女儿未来的担忧和考虑，你想不到吗？她提出的理由难道就真的那么不可理喻吗？是我当初也很反感我妈为什么会这么做，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不嫁给你，不是因为房产证上不加我们的名字，而是因为你们家的态度。你们家看不起我们家，认定我们庸俗，认定我妈庸俗，我们家庸俗。我本来根本就不介意房产证上有没有我的名字，我知道你们家的态度之后，我就介意了。我必须要在这个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，我凭什么不加？我们别再说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要说，你都能当面跟何塞吐槽，凭什么不敢当面跟我说清楚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无话可说？哑口无言，还是觉得我不可理喻？罗宾，我真的是太了解你了。你打从心底就认为，结婚一定是为了真爱，而真爱不应该谈钱。我们家跟你谈钱了，就辱没了婚姻，辱没了真爱，也辱没了你。你多骄傲的一个人啊！你根本不会允许有一个女孩要嫁给你的时候，居然敢跟你提在房产证上加名字的事儿。我敢保证，你当下就对我非常失望了。因为你失望，所以我也很失望。之后你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，我们俩也没有正式说分手，就是因为失望。两个失望的人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。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失望。失望你懂吗？你不能说那个。为什么？你太振振有词了，你的振振有词
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反感。无论你多占理，就像你刚才对我那样，咄咄逼人，长篇大论。所以别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女人太厉害了，太凶了，太爱钱了，所以才会跟她的小叔子去争财产。那是我应得的，他是我丈夫的遗产，我跟我女儿是法定顺位第一继承人，他弟弟不是。我相信，但是他弟弟有遗嘱，你没有。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。我不相信，我没看见，就算是有，就是假的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会把法庭辩论的核心放在遗嘱的真假上，而不是你们夫妻感情的真假上。你什么意思？无论谁是孙超越的律师，他都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个好妻子。你让你的丈夫失望，以至于他在病重的时候都不愿意见到你，所以他才会立下遗嘱，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亲弟弟。如果你出庭，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羞辱你，就像何塞刚才做的那样。就算我不出庭，他们也一样会那么说我的。所以我才会说，我会把辩论的核心放在遗嘱的真假上。蓝红，我是你的律师，你可以不用出庭，不用面对他们，你应该相信我。这只是男洗手间，所以这里没有摄像头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对你姐姐帅爆了，棒极了！我都是见我的姐姐把别人怼得体无完肤，我第一次见她是被别人怼成筛子。你是在给我点赞。怎么样？他同意了？同意了，委托给何塞和我。我劝你退出这个案子，把它交给何塞，还有兰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对手是顾杰，还有王丽。他们过去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未来也会是。别的官司我信，这个不一定。我知道他们的策略。只要你出庭，人们就容易相信，他手里这份遗嘱是真的。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把这批遗产交给他的亲弟弟，而不是交给蓝红。我为什么会给别人这种错觉？你太帅了，人们很难相信蓝红不嫁给你，而嫁给孙浩瀚是因为爱情。继承法第2章法定继承第10条，你在给我普及继承法吗？我是要说，继承法规定了，配偶是第一顺序继承人。合法婚姻中的双方互为配偶，所以只要蓝红和孙浩瀚是合法的婚姻关系，蓝红就是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，继承法才不管他们相爱不相爱。法定继承又称为无遗嘱继承，是相对于遗嘱继承而言的。孙超越的手里就有一份这样的遗嘱，但是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值得怀疑。我说过，只要你出庭，人们就愿意相信孙超越，并且愿意相信孙超越手里的遗嘱的真实性。毕竟，孙浩瀚是孙超越的哥哥。不，我跟孙超越打过球，他亲口对我讲过，当时他哥哥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而且我相信，他绝对不止对我一个人讲过，所以我一定可以找到证人证言证明这个遗嘱是假的，是无效的。陆斌，你没有哥哥，我有。假如说，是我和我哥哥辛辛苦苦地挣了上百亿的家产，我哥哥病过了，我小嫂子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，继承了这份家产，并且找了一个很帅的小伙子来享用，我特别不爽。不爽
不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捞着，而是觉得这样对我哥哥不公平，特别的不公平。你跟兰兰代理蓝红的案子，兰兰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只是罗宾跟我是搭档，我不能就这样甩掉他。他有其他的案子。啊，懂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全在这儿了。也就是说，从孙浩瀚住院到转院这段期间，一直是他弟弟在照顾。你们没有见过他的妻子啊？对啊，每次家属签字都是他弟弟签的呀。那您这其他的护士有没有怀疑过，为什么他的妻子从来没有露过面呢？这个情况啊很常见，现在很多夫妻呢感情都不好，巴不得老公啊早点死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我来了解下情况。啊，你好，两位有什么事儿？你好，我们是全景律所的律师，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马上要交班了啊，我们聊。何泽老师再见。张小天，啊，你不适合做律师这个职业，你不如趁现在年轻换一个职业。打官司是一项对抗性非常强的一项活动，也不适合你。之前我一直在有意识地锻炼你，强健你的体魄，磨砺你的意志。可是你呢？你却逃之夭夭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不如逃得更远一点，过一种适合你的人生。你看，你还是没有勇气来反对我，你连在生活中你都不敢反抗我，那你怎么能想象将来咱们俩对簿公堂？你会大脑律师有很多种，但我不愿意做你这一种。我是哪一种？你连谈个恋爱都要考虑利益冲突，都要做尽职调查，这有错吗？这说明我对我的工作负责任，这说明我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是严肃认真的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明天想请半天假。没问题。我是去哪儿都可以，不用向我汇报。您现在有空吗？你说。有这么一件事儿。说。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儿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你这助理怎么神神鬼鬼的？我不觉得呀。他明明就是有话要跟你说啊。人家有什么话不想当着你的面说，不能说神神鬼鬼吧？还护着他。我只是说了一句公道话。我觉得你好像在偏袒他。有的时候人的感觉，不是总是正确。着急下班吗？丽娜痛恨加班，如果你不想让她恨你，那就让她先下班好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不下班，她是不会下班的。难怪她没有男朋友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以没有男朋友来评价女性。没错，这个问题真该好好研究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有。你说。一般情况下，我的办公室门不会关的。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话，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。
我要换律师。什么？那你要换掉何塞还是兰兰？都换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给我推荐了更好的。谁？廖佳敏。廖佳敏？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廖佳敏？是他毛遂自荐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的建议是不换。封印不会介意的。其实他跟廖佳敏还有点惺惺相惜。但是何塞会介意。之前你们合作过，而且他为你赢过官司。其实你也能猜到，是谁给我推荐了廖佳敏。要是换别人就算了。我认识。我们同学。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法院工作，他父亲也是法官，现在退休了，一直在廖佳敏那儿当法律顾问。如果这么说，何塞的父亲还是何佳一呢？可是谁都知道，何塞从来不利用何佳一的关系。那你打算用什么理由换掉何塞呢？他没有做错什么，而且他已经在开始为你工作了。但问题是，他现在还没开始起诉呢。他在快马加鞭搜集证据，起诉容易，但你的目的不是起诉，而是胜诉，对吧？而且，如果你现在换成廖佳敏，廖佳敏也要重新准备起诉材料、证据清单、财产清单等等取证工作，这都很需要时间的。其实还有一个理由，只是这个理由我不太好说。因为顾杰。对，顾杰太恨全景了。但是他跟廖佳敏关系还不错，我想要一个跟对方能说得上话的律师。你的手机在震动。啊。是我姐，不重要。我姐肯定是跟我姐夫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。万医生，我是孙浩瀚的家属。不好意思啊，万医生刚下手术还没休息，让他休息一下。我们想了解一下孙浩瀚在转院过程中的具体情况。这不都写着呢吗？反复跟患者家属（括号患者弟弟）讲述病情和治疗可能发生的巨大危险。那么患者家属呢表示理解，强烈要求出院。对于出院途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，他们表示知情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签字为证。这就是当时实际情况，你还要了解什么呀？不，我是想了解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反复强调，这反复是多少次呢？还有就是，具体的，他们对方是怎么反应的呢？你谁呀？啊，这是我的律师证，还有我的介绍信，你看。对不起啊，麻烦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万医生。万医生，喂，你好，全景罗宾办公室。啊？如果你有事，你可以先下班。我跟罗宾的事还没谈完呢。刘英梅走了。什么走了？过世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刚。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，见客户的时候突发脑溢血。那他这算是工伤事故还是以身殉职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我是不是该换律师了？恕我直言，你现在把何塞换掉不合适吧？为什么呀？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还让人家给我打官司，这才不合适吧？你太不了解何塞了。你把他换掉就是对他最大的蔑视，就像当众给他一个耳光一样。你也太不了解律师了。律师上法庭就如同上战场，全力以赴、全神贯注都不见得能赢得胜利。你脑子里只有胜利。那当然了，赢了价值100亿，输了一无所有。除非何塞主动提出来不干了，干不了。那万一他不好意思提呢？他又不能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。相信我，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我记得你跟何塞你们俩关系没那么好。这跟我们俩的关系好坏没关系。
刚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？我懂。我输不起。理解，完全理解。我本来还犹豫我怎么去跟何塞说，但现在正好我可以借这个事情，委婉的跟他说，让他好好在家里安抚他姐姐，照顾他家人，这没问题吧？你让我想想，我会想出办法的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。要不要搭我的车？不顺路，我可以让司机专程送你。不必了，别客气。不是跟你客气，那是什么？不想欠你人情。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彼此彼此吧。我不想让罗宾为难，那你就不应该回到这里来。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？你也可以这么对我。我不会这么对你。不是因为我怕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笑话，说我们峨眉相忌。走了。如果他一定要换掉何塞，这事儿你不要掺和。如果他不信任何塞的话，何塞是能够察觉出来的。何塞又是一个容易跟别人较劲的人。何塞是一个律师，他应该早就习惯了客户对他的质疑。我说的不是何塞，我说的是蓝红。没有人愿意接他那种客户。有的，有人想接或者肯接他的案子，这毕竟是100亿标的。那都是为了标的去的。丽娜，你不是一个刻薄的人。对，我不是，但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。这个案子对他至关重要，他没有什么太信得过的人。他穷的就剩钱了，如果连钱都没有的话，他真的生不如死。我帮你叫台车吧，你最近太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你还不下班啊？我要留下来研究点东西。研究怎么帮何塞留住客户。我们所不能丢这么大一个单子。那如果输了，岂不是更丢人？丢了比输了更丢人。刘英美公司的小孩问问我们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何塞，说他姐姐找不着他。哎，罗宾，什么事儿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医院呢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就是想问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们随时可以赶过去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处理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那你节哀顺变。他在医院，应该已经联系上了。什么叫节哀顺变呀？这不就是上医院来取个证没取利索，还节哀顺变呢？罗宾还挺关心你的。他这人啊，平常看着不近人情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是有这个煽情恐惧症。煽情恐惧症，你发明的？丽娜说的。而得这种病的人啊，他特别害怕别人对他表达真情实感，比如感谢呀、感激呀、掏心掏肺的话，
他一旦听到这些东西吧，他就会浑身的难受啊，他就会恐惧，会尴尬。乱七八糟。你慢点儿，这地。喂，姐，我们刚才去医院找万医生取证了，他刚刚做完手术，在手术室门口碰上了。啊，那个何塞还跟你在一起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丽娜说，何塞的姐夫刘英美脑淤血，突然去世了。他姐姐情绪激动崩溃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我问问，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呢。好。怎么了？你姐是不是不信任我呀？没有。她想混律师吧？你别多想啊。我没多想，我听说了。我听说人家给她介绍了廖佳敏。刚才在手术室，你姐给你打了个电话，你没接。不，你不用跟我转移话题。你姐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了，你姐受刺激了，进医院了。那孟小雨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觉得你得想办法，不能让他来。这同事关系和其他关系不一样。说实话啊，这同事比好多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呢。你们俩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他想了解你，他东打听西打听，再把你好多事情给打听出来。你说我要不说实话吧？我就说我没有文凭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千万别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连我都知道你在全景，那是因为罗宾罩着你。罗宾想让所有人都感觉你很有神秘感，很有背景，就是不想让别人去深挖你去。你自己坦白了，那不等于直接打罗宾的脸？可是如果孟小雨她知道这件事情的话，她知道，她早就说了，所以她肯定什么都不知道。只要她不来，你们不朝夕相处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再说了，那现在谁有时间去打听跟自己没关系的事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楼下看见灯亮着，我就上来了。你不会专门跑到我家楼下来看看我家灯亮没亮吧？我是顺道。顺道？你去哪儿啊？顺道？我看你们小区的房子。看房子？嗯。为什么看房子啊？我呀，觉得我们家太小了，我想结婚以后啊，换一个大点的。你要再婚啊？罗宾同志，再婚不丢人吧？不丢人，当然不丢人。任何进步文明的社会都承认婚姻自由，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，也包括离婚自由。不允许别人离婚，把离婚当成污点，既不道德也不文明，甚至应该批判。我怎么觉得你说话有点阴阳怪气的？我是觉得你跟王丽有点太快了。我们又不是今天才认识，我们是重逢，而且人家一直等着我，而且是默默的等，我很感动。默默的等？那请问你离婚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他为什么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现在出现了呢？因为慎重呀。慎重？是，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。那么，我亲爱的姐，你能不能也慎重一点呢？啊？
我觉得呀，这句话应该对你说才是。你先不要对我说，现在说你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你对季玉一见钟情，你们俩认识不到1个星期就开始谈婚论嫁，结果呢？所以这次能不能慎重一点？慎重一点。蓝红又会全景了，而且老去你办公室跟你谈工作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，而且老在你下班的时候跟你谈。丽娜说的。那就是真有这回事喽。你能不能不要听丽娜胡说八道？我听别人说的，跟人家丽娜没关系。那你就是道听途说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告诉你，蓝红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。国旗同志，你能不能留点口德？这个浩瀚超越这个公司是人家兄弟俩一起打拼下来的，他干什么了？他告人家小叔子霸占家产，这告得上吗？他是孙浩瀚的合法配偶，而且他们俩有一个女儿。无论如何，让一个合法配偶零继承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觉得挺公平的呀。他这种人，靠男人不劳而获，我觉得就应该这种下场。我跟你说他们家的事儿啊，这个孙浩瀚的前妻死得早，当时他儿子才1、2岁，这孩子从小就跟他弟弟一起过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亲弟弟孙超越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个公司，哎，你蓝红半路杀进来，然后给他生个女儿，这个家产就是他的了。我再告诉你哦，他们都说啊，这个孙浩瀚的这个女儿啊，不是他生的。我确定你是被王丽给洗脑了。我确定你被蓝红洗脑了，你爱听不听，我走了，离他远点啊，免得雷劈他的时候顺便带着你。走了。谈得不太愉快啊。让事实教育他吧。哎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去接我闺女。你跟季玉说了我们的事儿了吗？跟他说什么？说得上吗？可他毕竟是小安的父亲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可以请他们夫妇来参加。这样呢，小安会觉得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，但还是亲人啊，两家关系好，对孩子也好。而且我也想过了，小安呢，可以一直叫我王丽叔叔，季玉呢，永远是他的父亲，我永远是他的叔叔。小安有一个爱他的父亲的同时，还有一个爱他的叔叔。罗宾提议，以后凡是遇到重大疑难还有复杂的案例，必须开会讨论。这样案件的代理情况，不光体现了经办律师的个人水平，而且还体现了我们律所全体的集体智慧，同时也避免了经办律师由于个人原因导致的案件受理受到了影响。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提议。案件是谁办理的？是律师，律师也是人，人就会受到情绪的波动，造成情绪波动的影响有很多方面，比如个人家庭、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等等等。我怎么觉得这个提议针对性很强啊？啊，不，何塞，你经手的案子确实符合这几个条件，但是现在罗宾手里类似的案子非常多，不是针对你。但是要从我开始，对吧？你总是这么一语中的。好，散会。
罗宾他这是针对我，他这是在帮你，帮我，他是要插手我的案子。是蓝红想要换掉你，他说服了蓝红。准确的说，蓝红确实有这个念头，他想换成廖佳敏，但是经罗宾这一通说服，不换我了。但是我要向他罗宾汇报，向集体汇报。他就是集体，集体就是他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打了我的脸，他打完了，你让我冷静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脱面自干，怎么现在人家还没脱你的面呢？你就已经气成这样，腾云驾雾了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带着淼淼直接出国。姐，我都不敢告诉你，我这手机里每天都能收到无数的威胁和恐吓我的短信和电话。OK， 威胁我、恐吓我，我不怕，但是我怕他们对淼淼动手。那你带淼淼走啊？不讨论，就按我说的办。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。我等一下打给你。你怎么了？自己看。马上让何塞发律师函。告谁啊？告你姐姐？这事跟我姐有什么关系？据知情人爆料，看见了吗？这个知情人就是你姐姐罗琦。不可能，罗琦她不会的。不会吗？你不看你姐微博的？我都不知道她有微博。看清楚了，采樊琪琪这个就是你姐。她在上面骂我说我从小就爱钱，爱有钱人，抛弃了英俊潇洒的男朋友，转而攀了高枝，嫁给了这个什么黄土埋半截的有钱客户。法官判又不会根据谁在微博上说了些什么。是，你姐这个微博明显就被人指导过的。能不能冷静一下？我不能冷静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每分钟就有人跑到微博下面蜂拥而至的骂我，我都被骂上热搜了，你看不见啊？在所有的事情搞清楚之前，请你能不能先冷静地跟我说话？战斗已经打下，敌人用了最卑劣、最无耻的手段，我们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他们这是诽谤啊！我一定要告到他家破人亡。不什么意思？不，就是因为采樊琪琪是罗琦，也就是罗宾律师的姐姐。罗宾，你不能因为她是你的姐姐你就护短啊！你现在要做的是大义灭亲，不要上当。不要乱了手脚，好吗？我们要清楚我们现在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，到底是要告孙超越还是采樊琪琪？这两者不矛盾。那好，如果我们先告采樊琪琪，那么所有人的眼光都会被吸引到这段梦断豪门上。更关键的是，采樊琪琪用的是春秋笔法，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很难构成诽谤。他这是在侮辱我。不。罗宾说的这个有道理，你现在一怒，等于是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向，但是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要先干翻孙超越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唾面自干啊，就是即使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，你被炒了，你不擦它啊，依然被炒了。什么我就被炒了？听不懂？你被炒了。哀兵必胜，你也可以发一个微博。我凭什么呀？我不会期期哀哀，用不着期期哀哀，就实事求是。第一，你丈夫生病期间，你的小叔子隔离了你跟你的丈夫，让你见不到他。第二，你的小叔子让你签了一个委托看病的协议，正是这个协议，你的小叔子在医生反复提示危险的情况下，仍然一意孤行让他转院，并且在转院的过程当中导致他去世。第三，你小叔子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转移了你丈夫所有的财产。第四，这个遗嘱
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不代表你丈夫的真实意愿。我可以去给平台发一个律师函，让他们删帖，不许转发。平台一般不敢惹这样的麻烦。然后我会再组织一拨人来采访，题目就叫做“百亿富豪突然离世，财产被算计，100亿资产零继承”。最关键的是，马上申请诉讼保全，让孙超越1分钱都动不了。他是生意人，这会对他形成致命的打击。好，这就去办。全体注意！你们所有人啊，我不用再跟你们重申，法律文书和出庭同等重要。我现在需要你们一起来做一项辅庭工作啊！很快我会给你们一批账号，你们要做几方面的工作。第一，到各大银行的柜员机上查到这个账户的姓名，拍照并打印。第二，通过电话和网络查到这个账号的开户行，具体到支行。第三，给我做出账号清单。